嗨，大家好，我是宋叶人宋医师，欢迎来到初日会客室。我们会客室一直希望踏出我们原本只谈医疗、健康、饮食领域的东西，所以我们最近做了很多关于运动的东西。我们一直相信运动也是一种药物，这是美国这个运动医学会讲的 Sports is Medicine 的概念。所以今天为您特别邀访的来宾是从医界出发的，能够把运动做得很好的人，叫做吴兆基吴医师。他最近有本书叫做《大夫训练》，我当初看了这本书就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动人，所以我们特别邀访吴兆基吴医师。吴医师你好。你好，宋医师你好。我本身是骨科医师，那我现在在宜兰的苏澳荣民医院服务，那另外也有在宜兰市的开兰安心诊所看诊。那因为是骨科医师嘛，所以难免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人是因为老化的问题来看诊。那所以就是对老化的问题比较关心一点点，就会发觉说，有的人老化怎么可以很健康强壮？那有的人老化就是百病丛生。那从这方面去切入研究之后，发觉说有一些运动训练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对抗一些慢性疾病啊，预防老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就有一个粉专大夫训练，然后把我的一些心得啊、笔记啦，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分享了一阵子之后，收集了一些文章，也写了不少篇。那最后就是有出版社一起整理之后，然后就出了2本书这样子。等于说是从自己的专长开始，看到人们的需要，然后开始去踏出我们过去训练的内容，是去开始研究，把这个过去我们在医界里面很少把运动当作或者训练当作医疗，是我们有复健赋能的概念，对，但是却没有运动让它变成更强壮，或者甚至于拿来治疗慢性病的概念。是。那您作为长期在医疗服务的医生，能不能跟听众分享一下台湾高龄化的这个状况，以及您实际在第一线观察的心得？台湾的老年化跟少子化速度，但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快速。那尤其是苏澳，因为苏澳这个地方也比较乡下嘛，很多年轻人需要到外地去工作，然后留下都是一些不想离乡背景的老人家，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是比都会需要来的严重一点。严重。我们长期看一些老人家，尤其我在宜兰大概已经服务了10几年的时间，病人他大概从50-60岁看到现在可能70-80岁，他这10几年老化的过程，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说，他老化的时候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现在很多状况是老人家顾老人家，很多有时候是那种50-60岁的。已经算是中老年人了，那带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是80-90岁。事实上，那些50-60岁的儿子辈，他是本身可能一些身体状况需要人家照顾。跳一个题目回过头来问，就是说当初您怎么会选择到宜兰去服务？喜欢宜兰的一些比较乡下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医疗环境。那到了那边之后也发觉说，宜兰在一些老年人的问题，事实上骨科对他们是相当的需要。我在荣总训练的时候，因为是家医科，我们跟宜兰有合作那我们就去了3个卫生所，就是我去了3星跟头城，的确发现那边的病人几乎都是老人，医生还没到，7点半都已经排队排了大概30个人在那边，可是呢，大部分都是来拿药。会注意到说，的确是一个很多人连走路都不方便，那个老化的现象是蛮严重的。我当时其实没有这个概念，认为说运动是一个可以介入的方式。那过去我们传统训练就是开药嘛，感觉上我们在当时学的过程当中，家医科的训练有一点那种，你进来，我从你谈话的过程当中，已经脑袋里面想药单。我相信对于一个骨科医师以及您现在的状态一定是不一样。病人进来的时候，你一定观察他需要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更健康。所以您在大夫训练中提到说，没有不能动，只有如何动。真的人人都适合用运动来做治疗的介入吗？不同的族群有什么样的事情该注意呢？其实我们常讲说要活就要动，所以身体活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老人家难免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嘛，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毕竟乡下地方，那我们那边老人其实会自己务农有时候去自己的菜园啊种点东西，甚至我们苏澳南方还有渔港，有些70-80岁的他还要自己开船出去捕鱼。通常这种状况有时候就是他们来看诊的时候就会说我这里酸啊，那里痛啊。那有时候可能在远地工作的儿女回来要陪同他爸妈来看诊，那他们之前就常跟我讲说吴医师啊，你劝他们不要再去做的那么辛苦了。那以前我就跟着劝他说你那么累就不要做的这样腰酸背痛干嘛。那后来发觉说这样不行，因为你叫那些老人家
家不要做这些身体活动之后，事实上他整天待在家里没事情，他反而会衰老虚弱的更快。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说你要适度的活动当然不是说要你动得很累很喘，那适度的身体活动对于身体健康跟一些老化的问题事实上有相当的帮助。您刚刚提到是说要活就要动，轻量适当的运动，通常你会觉得他从比较高强度的他原来那种劳动式的东西怎么样退回来到您建议他的所谓的要活就要动，哪一种策略对他会比较好？我们就讲说你可以做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觉得做到累做到不舒服，毕竟你去种田整地是种菜，它就是我这一亩田这一甲地我就是要把它弄完你跟他讲说你可能今天做一部分明天做一部分，你不要做到太劳累，我不会叫你说完全不要动，你要根据你自己身体状况，不要说做到过头的程度。我们当然会强调说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重量训练去加强的一些肌力，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这样做一些建议，跟老人家问题是在我们的乡下地方去做一些重量训练去加强你的肌力加强你的骨质，事实上是会比较困难一点点。那这个概念可不可以也适用到除了老人家之外的儿童啦、孕妇啊、残障者，也可以都有这种所谓适当的运动？可以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他身体可能有一些特殊状况或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可能要多休息，你要尽量不能动，不然怕说你的病情会加重。那我们现在概念是这样认为说，你在可以活动的状况下，你适度的动事实上对你的身体健康或是说对你的疾病恢复是有帮助的。你完全不动，有时候反而会更加的虚弱，你恢复不见得会更快。所以假如说我们这样把刚刚的几个谈到的族群稍微分类一下，高龄、儿童、孕妇、残障者，他各自的训练目标跟注意事项都一样吗？还是说当然每个族群它有这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不过基本上它大致上的训练方式跟方向都是不会差太多的。我们就要增强你的身体的能力，或者讲说我们就要增强你的身体素质，是我们分项可以去逐一的加强。那当然不同的族群它有不同的注意要点，例如小朋友你可能说他就让他学习一些活动能力就好，不见得需要加上太大的强度。老人家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有一些骨骼关节的问题，那某些动作或某些强度你可能就需要避免。很多人一听到运动就开始觉得说那一定是健身房那种高强度的他就有点想到就怕，不要说望而生畏了，可是想到就怕了那我一直觉得说，怎么样让运动变成它是一个很容易接触的，变成是他会喜欢的兴趣爱好，甚至于是纳入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跟这个课表的安排，让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这个情境，然后得到两者之间的最大的效益？但我们基本上身体活动来讲，大概粗略可以分成两种嘛，就是有氧，就是关于耐力的部分，再就是我们重量训练关于肌力的部分。那有氧心肺功能的方面，我们当然就是第一个就鼓励他尽量维持他的身体活动。那再来就是你要怎么促进你的身体活动，或者说你要寻找说你的兴趣嗜好。所以其实不管什么身体活动或者什么运动都可以，你先找一项你觉得你有兴趣的去尝试，然后尽量从中得到乐趣之后，你自然就比较能够持之以恒。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儿童，他来的原因可能是他比较胖，那我们通常就只能建议运动饮食。就你可不可以就举个案例说，你怎么样去找到他喜欢的运动？我想儿童的肥胖的问题当然是全世界常见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说大家可能都市化的关系活动就减少了，那加上课业的关系，可能体育课也很少上，然后下课可能也没什么跟同学出去玩，就去补习甚至回家打电动之类的。所以其实就是先发掘小朋友的兴趣啦，你可能看学校是不是什么社团嘛，可能有一些足球社啦，可能有一些篮球队啦，那看他有没有兴趣去加入，然后有一些团体的一些力量可以鼓励他去维持这个兴趣，然后尽量增加他的身体活动。那老人家呢，就是比如现在我们就讲一个案例好了，像比如说我现在67岁，我算老人家了，对不对？然后就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说我最近就是觉得越来越衰弱，怎么样让我变得更强壮一点？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精神百倍，最近为什么觉得连走路都很困难？这个很常见的问题，我们诊间其实很多老人家会来就是这样，当然他其实不是讲说酸痛，他讲说怎么越来越没力气。那通常这时候老人家的观念讲会觉得说，我已经没力气了，你要叫我去动，要不是越没力，我应该在家里多休息。那这时候其实可以鼓励他多出去活动社区的一些团体，比如像瑜伽啦、土风舞啦、太极，可以这些很多资源可以去问看看，请他可以去参加。那老人家有时候因为毕竟在家里，那如果说小孩子
都已经都到外地工作，其实在家里都无所事事，所以其实鼓励他到外界去认识朋友，去交友。有一些社交的互动，对，这个其实对他们的不管是心理或是生理上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帮助。对，那他们其实有个群体之后，他自然说，他想去参与，想去加入，他就比较不会想一直待在家里，他这样其实身体活动也会逐渐的增加。那你自己的诊所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境或者是示范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做一些初步的体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嘴巴讲的时候，像比如说我的诊间，因为我们现在的诊所的设备都是以减重为主，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运动的设施，所以我每次谈到运动的时候，我有时候必须自己站起来做一些简单的示范动作。我说，比如说你就离开椅子啊，再坐下来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运动。没错，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跟另外一个厂商合作，他就提供一个比较硬的瑜伽球，那我实际上就把椅子丢掉，我看诊的时候我就坐在瑜伽球上面，平常就等于在练核心啊，是没错因为瑜伽球是不稳定的，你不可能是坐在那边就可以靠背，也没有背可以靠，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示范。我看你练得这么壮，我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跟你讲说，我怎么练胸部的好像都练不太起来。2年多以前，我希望把我自己练成巨巨，但是感觉上老人家有时候就会有点沮丧，就说那我怎么练好像也练不起来。对，那您怎么鼓励这些老人家，或者说您的诊所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境，是让这个老人家可以一看就懂得说原来可以这样子运动？我想就是诊间的卫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讲光用讲的，其实他大概就是左耳进右耳出，他大概不会认真的去想。所以我在宜兰市的开兰安亲诊所，事实上我们的诊所是有一套就是复健连接训练的系统，就是我们在诊所里面就有除了复健之外，另外也有健身房。那我们健身房的设备就是大概就跟一般外面的工作室健身房是一样，也有教练常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当然会跟他讲说你需要运动，那有时候因为设备啦时间空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示范给他看，那我就会带他去我们的健身房。然后我们健身房如果有教练刚好在上课的时候，那可以参观说我们其他的学员是在做什么东西，或者说请教练直接跟他去沟通，了解他的需求，甚至帮他量身设计他的课程都可以。就是我的客人大部分都不太会去到健身房，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在家里运动？就你会推荐哪一种徒手的家里的运动方式？徒手让这个方式，那例如像壶铃，我们说掌中健身房，那例如像说弹力带，这些都可以做取代说一般健身房的训练的一些器材，可是它只能部分取代，它没办法全部取代。而且其实有时候重点不是器材本身，是它有没有好好做这些动作的能力。有时候怕说你一开始可能某些限制导致你的动作控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这样贸然在家里做有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那我们当然说初期如果说你对动作没有那么把握的时候，还是会建议说可能先到健身房找个教练先教你一下，那有个初步的认识之后，你要在家里自己训练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各个不同的族群都有不同的训练的注意事项嘛，所以比如说儿童，你觉得有哪些课表应该注意，或者比如说残障者有哪些课表应该注意？当儿童的重量训练，大家其实最担心的是会长不高想说儿童他正在生长发育的时间，那如果说他又做重量训练，有个重量压在身上，是不是导致他的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那当然，第一个儿童他的训练方式并不像我们成人一样一直要追逐说我一定要高强度，一定要把重量加上去。那儿童训练的方式事实上就是让他养成一些动作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些身体活动的习惯。那当然等他慢慢长大了到了青春期正在发育的时候，那强度就可以慢慢加上去。那另外像孕妇也是，孕妇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因为毕竟她是一个人带着另外一个小宝宝的生命，所以大家会特别的小心注意。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做重量训练，大家会担心你需要闭气啦，需要用力，这样对你的胎儿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那事实上如果说孕妇她在怀孕的过程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那事实上有足够的重量训练，那它有足够的一些肌力来讲，对于她的怀孕跟生产的过程是有帮助的。例如说很多妈妈因为怀孕受荷尔蒙的影响，她容易腰酸背痛，那你有足够的核心肌力，那事实上就可以减少这方面问题。甚至在生产的时候，你有足够的肌力，可以让你自然产更加的顺畅。这事实上有很多的案例。哇，这个真是突破我原来的想法。最常看到就是孕妇常摸着腰3-50就要坐下来休息，所以孕妇要多休息。可您的观念里面反而是孕妇也可以做一点重量训练。是的，
那孕妇的重量训练，不同的孕期有不同的训练的方法吗？当然我们怕怀孕初期来说比较不稳定，当然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的。那如果说你原本就是有重量训练习惯的，那其实看可以稍微降点强度，然后继续维持你训练的习惯。那如果说你是之前都没有重量训练的一些习惯，那你就是怀孕之后才想要做重量训练。OK， 太棒了！我现在才知道，我们现在医界各个领域开始对运动的重视，等于每个领域都有一个特殊的课表可以做了。那您怎么看运动在减重啊？我们运动在减重当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常常讲说，这个3分练7分吃，大概是我们一般的讲法了甚至我们在肥胖医学早期也会讲说80%靠饮食，20%靠运动。您怎么看这个原则呢？的确，这个减重这个课题是大家很关心的，大家可以发觉说网络上或者说社群上有关于减重的文章都会非常的热门。减重我们必须来讲说，你减重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人减重是为了身材好看，那有人减重是为了健康。那如果说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想说，那你减重是要减什么东西？那我们知道肥胖造成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大部分是因为脂肪组织过多嘛。那我们身体的组成大概可以粗略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脂肪，那一个就是除掉脂肪称为瘦体重，是出脂体重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大部分可能就是肌肉。那如果说你在减重或减脂的时候，只是说靠饮食去控制的时候，大量的热量赤字，事实上不止把脂肪减掉，你的瘦体重、你的肌肉也会大量的流失。我们知道脂肪是我们不想要的，没有错。那问题肌肉很重要，肌肉可以增强我们的活动能力，它本身也是一个能量代谢非常大的组织嘛。那你把肌肉减掉，那事实上是相当的可惜。所以我们一般在鼓励说，你在减重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加上足够的身体活动，尤其是重量训练，可以避免你的肌肉的流失。那第二点来讲，如果说我们是要针对健康来减重的话，除了说脂肪过多影响之外，第二个问题是你的能量代谢能力不足，也就是我们讲说粒线体功能不好。那粒线体功能不好就会跟很多慢性疾病有关系。对，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靠饮食控制、靠热量赤字去减重的话，事实上你的粒线体功能、你的能量代谢能力并没有去训练到。那很多研究显示，很多肥胖的人他只要增加身体活动，你就算说你的体重没有减少，那事实上他的能量代谢能力也会变好，他的慢性疾病的控制也会改善。那很多他虽然说是很瘦的人，那如果说他没有足够的身体活动，那事实上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他事实上跟肥胖人并没有差太多，甚至外表可能看起来瘦瘦的，那他可能是那种泡芙人，他内脏脂肪很高。那当然对减重来讲，当然是饮食控制它的效果是比较好，没有错，因为你容易造成热量赤字。可是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运动是比饮食控制要来的重要。其实您相当强调这个运动对于健康的效应，对，而不是只有重量的问题。是，这也跟我们的这个诊所的宗旨很像啦。其实我们一直在主张先健康再减重。是，很多人来的时候，他以为他只要把体重减下去，他就会健康起来。其实我跟您的想法一样，他其实还有很多机能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粒线体。那我插题问一个就是说，在您的经验里面，哪一种运动对于粒线体的帮忙比较大？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曾经谈过一些粒线体的问题了。我曾经听过说 Zone 2的训练是对于粒线体帮忙最大的。那超慢跑对于某些老人家来讲，几乎已经可以达到 Zone 2的这个效果。那您对于这个所谓第2区训练跟所谓的重量训练跟有氧训练跟粒线体之间的关系，您的看法大概是什么样？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身体活动都可以当作是有氧训练，因为毕竟我们身体要活动，你肌肉就会收缩，然后肌肉收缩事实上就需要消耗氧气产生能量，所以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有有氧训练的效果。那事实上身体在经由有氧代谢产生能量的时候，你会有2个燃料的选择，第一个就是脂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葡萄糖。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粒线体它可以在氧化脂肪的能力加强的时候，那事实上是属于比较低强度的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用低强度的运动或身体活动打底，先训练你粒线体的良好的脂肪氧化功能。那你可以再加上高强度的训练，那高强度的训练事实上就是比较偏向于葡萄糖的氧化，甚至于偏向于无氧的能量系统去。所以事实上2个是相辅相成的了。其实2个不管是说低强度说 Zone 2的训练，或是说高强度 HIIT 训练，那事实上对于粒线体的功能跟效率跟数量都是有帮助的。您的书里面也提到说，这个高龄的人其实可以所谓的轻度肥胖
这个想法，当然跟高龄医学很有关系啦。我最近其实听到高龄医学那个陈亮公医师，陈亮公陈医师的演讲最近他一个演讲里面开始提到老人家的一些 BMI 的概念，那老人家太瘦，老人家血压太低，反而都不健康。是的，所以老人家其实可以轻度的肥胖。那我现在其实在我们诊所里碰到一些老人家要来减重的，那有一些当然 BMI 超过30的，的确是重啊，那个体脂率超过50的，那个也的确是有问题，那的确要减。可是对于BMI 比如说26、27啊，我是觉得说其实是还好。那您的看法，您是从骨科的医师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觉得说轻度肥胖是好的？是我们的肥胖定义，但是 BMI 超过24是算是过重，超过30算是肥胖。那事实上研究的显示是，老人家如果说在过重到肥胖这个区间，就大概25、26这个区间，事实上相对上来讲，它的死亡率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脂肪或者说你的体重是我们的能量储备，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需要额外的能量去修复我们身体，去对抗疾病，对抗你的一些受伤。那当你的能量储备不够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容易被疾病给打垮，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修复。那你有足够能量的时候，那自然你恢复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点点。您书里面也提到一个名词，我觉得很有趣啊，叫能量通量哈。那前一阵子我也提到有一个减肥的概念，叫做高通量能量通量啊。我们先麻烦您定义一下，就是跟我们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在不管是减肥领域或者是健康领域，很少提到所谓的 energy flux。能量通量，我想这是回归到能量代谢的能力了，因为毕竟我们身体要健康，就是要我们足够的能量代谢。我们很多慢性疾病，包括失智啦，包括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是我们能量代谢的不好。那能量代谢要怎么训练？就是要去用它。我们人不像机器一样用久怕会坏掉，我们反而是会越训练，我们的功能会越好，所以用进废退。所以对能量系统也是一样。那你既然说你要训练它，你就要多用它。那多用它的话，自然它的代谢能力好，它就会身体健康就会有帮助。所以对不管是减重啦或是其他慢性疾病，大家常常会认为说，那我不要肥胖就好了。那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肥胖的话，如果说你单纯只是靠饮食控制，你吃很少，能量不够，然后你又不想动，那这样的状况下变成说能量通路就是低的状况下，你的能量代谢能力就会越来越差。你感觉上也许你变瘦了，问题是你可能精神状况会不好，那你的慢性疾病也不见得会得到长期的改善。那相反的，我们如果说一直长期去使用我们的能量系统去训练我们的粒线体功能，那这样的状况下，事实上就是你的能量代谢能力提升了，那自然慢性疾病的改善就会比较有明显的效果。我们诊所一直要客人吃得多，但是我们也希望他活动，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通量。我比较少用这个名词啦，但是我今天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其实它里面是有道理的。吃得够，动得够，你的能量的运用系统加强，是那等到你将来离开了我们的治疗疗程之后，你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培养的是一个能量代谢系统，而不是只是少吃变瘦的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样很棒啊！所以其实你等于说不是说吃多动多，而是吃够动得够。对，吃足多动，吃足多动。骨科有很多关注的问题啊，其实在老人家常碰到，我们在肥胖的领域也常碰到，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啊、椎间盘突出啦，一般的人都是认为说透过手术或者药物来解决。一旦碰到说要你去运动的时候，他就会拿这个当借口，我关节痛，医生叫我不要动。那碰到这样的病人，你觉得在你的经验当中，你会怎么样告诉他怎么治疗？对，慢性疼痛或者说关节退化的问题，的确在骨科是非常的常见。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会对一些病人他们的一些身体活动造成一些影响，可能痛就不想动，或者说医生跟他讲说你不能动，你要多休息。那我们当然疼痛可以分成几个大类啦。第一个可能说它是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的影响，可能是免疫系统可能比较失衡啦，或者一些它可能一些体质的关系，例如像说类风湿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一些关节的退化是一些老化造成的问题，那有可能是另外一些部分可能是因为急性的受伤。那如果说它是本身体质慢性发炎或是关节退化这些问题，事实上适度的身体活动对它的一些免疫的调节跟发炎反应的调节是有帮助的。所以反而对一些慢性发炎体质造成疼痛、慢性疼痛的病人，我们会鼓励说你多一些身体活动，适度的轻度的活动对免疫调节、对疼痛调节是有帮助的。那对于急性受伤的人，那当然在急性期你可能需要是先休息保护嘛。那过了急性期可能1-2个礼拜之后慢慢比较不是那么痛
痛了，我们会尽早鼓励他开始活动，因为对于受伤的部分来讲，你有适度的活动，有外力的刺激，其实会促进他的恢复，会比如说完全不动要来得好。那当然说他可能有一些关节退化的问题例如说什么关节磨损啊、长骨刺啊、压到神经啊、坐骨神经痛这些状况。这个状况下，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需要医疗处理的，不管是靠药物、靠复健、靠手术，当然是先以这些医疗处理为主。那在医疗处理之前，那当然是能动的部位还是尽量维持活动，像说膝盖关节退化，预计可能要准备要手术了。那在安排到手术之前，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你就还没开刀嘛，你就先休息，就先不要动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反而会鼓励病人说，你尽量维持身体活动，甚至去强化做一些重量训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你术前的活动能力越好，你的肌力越强，你术后的恢复能力会更好。那假如说从这个膝盖受伤的角度，您觉得如何透过训练来强化膝盖呢？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某个肢体受伤，我们可能全身就跟着不动了。例如说手受伤，就整个人就不想出门。那事实上，除了说受伤的部位我们可能要适度的保护之外，那其他部位其实还是可以训练。大家可能怕说，我练一部分会不会造成失衡？那事实上不会，我们有所谓的交叉效应，就是练健侧练好的那一侧，对于患侧受伤那一侧也是有帮助的。那另外是大家常常有时候会强调说，我要强化局部。例如说我今天觉得膝盖没力，膝盖不舒服，那我就是要练膝盖。那练膝盖大家会想说要练大腿的肌力嘛。那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牵一发动全身觉得膝盖没力气，不见得膝盖的问题啊，你可能是你的臀肌没有力气啊，可能是你的核心没有力气啊。那你今天膝盖痛，那只练膝盖，那明天腰痛再练脊椎，对，后天肩膀痛练肩膀。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训练。那事实上也有很多研究显示出，膝盖痛你加强你的臀肌，加强你的核心训练，对于减缓膝盖的疼痛是有帮助的。好观念，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有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我膝盖弱，我想办法就是关注在膝盖怎么训练，其实是应该加强全身的训练。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保健品号称可以保护关节、强健骨骼的效果，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葡萄糖胺啊、软骨素啊，有一段时间连健保都给付。对，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您的观点，哪一些真的对民众有帮忙呢？保健食品大家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大概就是一些微量元素，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例如像说维生素啦、矿物质这些。我们当然是说，如果说你有觉得你的饮食不是那么的均衡，需要额外补充的话，当然就是可以买这些保健食品来吃。那我们当然是鼓励说，尽量从均衡饮食中去摄取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除了这些微量元素之外，是其他很多保健食品，例如像刚讲的葡萄糖胺啦、什么2型胶原蛋白啦，那这些额外的补充品，这些保健食品事实上就第一个它没有医学或科学上的认证说是有绝对的效果。那第二个吃了你可能花钱，不但花钱没效之外，甚至现在有些保健食品还检验出来说它可能含有一些有毒物质之类的，所以你可能会花钱伤身所以这部分的话就不鼓励说一般的民众去额外吃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我完全同意。很多人就问我说，宋医师你吃什么？我说我其实很少吃保健品除了我认为说比如说有些矿物质跟镁，那是我个人觉得吃下去还蛮喜欢的，蛮舒服的。我最近其实觉得说维他命 D 蛮重要的了那因为的确我们的客人里面检查起来，大部分人 D 都不够，缺乏。那维他命 D，我常常就在解释说，维他命 D 其实它真的不应该叫做维他命，因为我们本身是有合成的能力的，所以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要产生的一种需要的物质，可是它需要一些紫外线来刺激。我们现在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太少晒太阳，所以我觉得补充一点点维他命 D 反而是需要的，因为的确我们是不够。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就对于您这个大夫训练的这个内容大概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个岔题再问一下，是请说，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这么酷炫的名字叫大夫训练呢？这个一开始是这样，因为就是骨科医师的关系，所以参加一些健身房的课程的时候，就是一些学员朋友就会叫我大夫这样子。对，所以当初在成立这个粉专的时候，我就想说名字我到底要叫什么？因为大家都叫我大夫，那就跟训练有关系的，所以就叫大夫训练。所以来由很简单，但是听起来很酷炫。是。那我想可能就是这2个字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 oxymoron 的概念，说大夫是一个就是华人里面叫医生的一个很古老的名词，可训练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所以这个一骨一心2个加在一起就感觉到那个张力很强。我们也要想一个
比较有张力的名词。好，我们这个访谈节目啊，常常会对我们的来宾有一个挑战，叫做快问快答。是，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环节。快问快答呢，原则就是希望3句话之内能够答完，好不好？这题目都是大家很关心的。第一个，为什么会长骨刺？骨刺就是老化的现象，跟长白头发一样，有人长得多，有人长得少。所以如果没有说压迫到神经，造成活动的一些障碍的话，不需要去处理它，也不用担心。不训练会有什么风险？不训练的话，你的身体的活动能力就会变差，你的身体素质就会不够，然后当万一你有一些生病伤病的一些需求的时候，你可能就恢复不好，容易陷入衰弱失能的境地。有一个名词叫 MICT， 就是中强度的连续运动。HIIT 是大家前一阵子很熟，叫做高强度间歇性运动。那 MICT 跟 HIIT 的差异会是什么？一个是低强度长时间累积你的能量的消耗，一个是高强度短时间。那我们建议是以低强度长时间打底，那身体能力许可的话，可以加上高强度短时间的一些身体活动。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 okay， 太棒了。大重量训练到底要多重啊？大重量大家听起来就很可怕，不过大重量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尽量去接触高强度的阻力跟重量，这个不用跟别人比，自己有进步就可以。有没有让小孩子长高的秘诀？要让小孩子长高，最重要是要好的爸爸妈妈，因为基因占身高最大、影响身高最大的因素。那当然基因不能改变，那我们就只能从日常的生活、均衡的营养、足够的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下去，就可以长高。喝咖啡跟骨质疏松有关吗？喝咖啡跟骨质疏松没有关系，而且喝咖啡事实上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换了人工关节之后，还能够从事高强度运动吗？高强度运动看要怎么定义。如果是做的会累会喘的那种高强度，事实上只要避免高冲击，那你用一些比较缓和的，像说是游泳、骑车这种比较没有冲击的是可以的。家中的长辈只会甩手，他们把这个叫甩手功，你怎么样说服他们做重训？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以身作则。如果说你自己都不去练，你要叫你的长辈叫爸妈面带是很困难的，所以自己先练出成绩来，然后带爸妈去参观，他自然就比较能接受。 OK， 你会最推荐哪一种运动？我想什么运动都很好，重点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不管你做什么运动，最重要一定要加上重量训练，因为足够的肌力可以让你在运动的时候运动表现更好，然后减少受伤的风险。今天非常高兴，希望今天的访谢谢问大家都感到兴趣，得到好处。谢谢。